在情感的世界裡，為何我們會對某個人痴迷到難以自拔，認定此生非他不可，甚至甘願為其傾盡所有，奮不顧身？其實莊子早在《齊物論》裡就以短短9個字道盡了這份執念背後深藏的底層邏輯：非彼無我，非我無所取。今天就讓我們一同拆解這寥寥9字，看透愛與自我的真相。先瞧後半句非我無所取，這可是理解痴迷本質的關鍵所在。當你陷入對一個人的瘋狂迷戀時，仔細審視便會發現，你所鍾情的往往並非他這個人本身，而是你將理想中的自己投射在了他的身上。不妨靜下心來，深入探尋內心的聲音。倘若你時常被焦慮不安所困擾，是不是會格外傾心於那個無論何時都能從容灑脫、遇事波瀾不驚的人？要是你覺得自己的生活平淡如水、乏味無趣，是不是極易被充滿熱情、生命力蓬勃旺盛的人所吸引？又或者，當你總覺得自己不夠出色、優秀時，會不會對那個自信滿滿、自帶光芒的人格外在意？你看，你愛的從來都不是他的全部，而是他身上那些你渴望擁有卻暫時缺失的特質。你把對自我的期待以及對理想生活的憧憬向往，統統寄託在了他的身上，天真的以為只要得到他，就能間接地成為自己夢寐以求成為的人。然而，這裡隱藏着一個殘酷的悖論：你越是執着於從別人身上索取那個理想中的自我，真實的自我就越容易被忽視、被消耗。你花費大量的時間去關注他的一舉一動，努力迎合他的喜好，為他耗盡精力，卻唯獨忘了給自己的內心滋養灌溉。長此以往，你的世界裡滿滿當當都是他的影子，卻再也尋覓不到自己原本的模樣。再看前半句非彼無我，這句話更是戳中了許多人的生存現狀。太多人在茫茫人生中迷失了對自我的認知，必須借助外界的參照，才能構建起我的概念。就像有些人需要依靠他喜歡我來確認自己值得被愛，憑借他認可我來證明自己的優秀，通過和他在一起來找到自身存在的意義。他們將自我價值緊緊捆綁在別人身上，把自我認知建立在別人的評價體系之中，仿佛一旦失去那個他，自己便失去了立足於世的根基。所以在感情裡，他們才會患得患失。他回復消息慢了，就開始懷疑是不是自己哪裡做得不夠好；他稍微表現出冷淡，便焦慮是不是即將失去他。本質上，他們害怕失去的並非是他，而是害怕失去通過他所定義的那個自己。看懂了這2句話，也就領悟了莊子真正想要傳達給我們的智慧。與其執着地追逐彼岸的他，不如努力把自己活成彼岸。你無需借助別人的光芒來照亮自己，也不必依靠別人的認可來證明自己的價值。當你不再向外尋求寄託，而是將精力收歸自身，專注於滋養自己的內心，想要從容，便去修煉平和的心態；渴望熱情，就去尋覓自己熱愛的事物；希望優秀，就努力提升自身能力，讓自己逐漸綻放光芒。當你把自己活成一個完整、豐盈且充滿魅力的個體時，你會驚喜地發現，你不再需要通過別人來定義自己，也不再依賴迷戀他人來填補內心的空缺。你已然成為了別人眼中的彼岸，成為了那個自帶光芒的人。你無需刻意成為誰的光，卻能自然而然地照亮自己，同時吸引那些與你同頻共振的人。這便是莊子給予我們的至善啟示。真正的被愛，從來不是靠追逐他人而獲得，而是先成為那個值得自己深愛的人。當你活成了理想中的自己，愛與美好自會如潮水般向你奔赴而來。所以，看到這裡的朋友，不妨去讀一讀莊子。這是一部蘊含着生命智慧、心靈自由與處世哲學的國學經典。讀懂莊子，便是超脫的開端。他以歷經千年沉澱的智慧告訴你，人生一世，從容自在從來都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，
學會與自己和解，與世界和諧相處，便是對自己最好的善待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